蔡政府每一次都是说中国外力介入，或是因为国际的外力介入，所以导致我不能够帮民众争取到什么权益，或是我买不到疫苗。我说真的，我要你这个政府真的没有用。身为政府官员，你必须讲话要负责任，你要讲话算话，你不能一天到晚时空背景不同，然后就可以这样子发夹弯。我其实算了一下，你如果一直真的到8月底1000万剂的疫苗来的话，这样过了3个月，6月、7月、8月，过3个月之后，死亡人数1300多人呢。对。请问蔡政府，这些死亡人数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还是他们真的是确实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子逝去？那一天第一根跌停板，蔡总统就出来立刻开始喊话说，没有，我们没有炒股啊，大家齐心防疫啊，团结啊，我们都有在帮大家盯疫苗啦。然后呢，柯社长也讲说，奇怪，之前死亡超过100人的时候，怎么都不见你出来开个记者会？什么高端一跌停你就出来开记者会，你很可疑哦。包含像最近郭董，还有佛光山，或是有很多的一些善心人士、各界人士，都希望可以来帮助政府。我可能买疫苗，买国际疫苗来捐给政府。对，这么好的事情，政府为什么感觉一直东挡西挡？所以你看他说，你缺药证。你明明就可以帮人家申请紧急授权，你干嘛？你 AZ 跟 Moderna 都没有药证全部都食药署去帮他主动申请紧急授权，为什么 BNT 不行？卡就卡在因为你心里有心魔，觉得这是中国的上海复星所代理的 BNT， 明明就是德国原产、原制、原装进口的一个疫苗，你不要。你就很奇怪，你就是心里有一个心魔，然后在那边卡东卡西。今天那个谁蔡丁贵是不是？那个独派他说他要叫大家为国捐躯，是不是？我真的是，就是你捐躯我 OK， 我快窒息了，因为他说，然后他自己不用捐，他打了，他傻眼，他在美国打 BNT， 在美国打啦，对啊，我觉得他真的超级荒谬的，就是你叫我们去当国产的3期试验的白老鼠，然后自己再补充个一句说不是我不想，而是因为我已经打了 BNT 了，所以 I'm sorry， 这样，所以我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啊！你在讲什么东西啊？所以你知道蔡政府现在给人这种感觉，就是搞不好，之前不是有一些国际疫苗来都有一些试验品，有啊，像莫德纳之前不是有什么200对啊，我们在想是不剂，是政府官员都已经打完了？对，其实真的还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出来，但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但是你这些耳语真的都跑出来了，那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安民心嘛。对，如果我们现在都已经 App 这样预约，跟南韩一样，对不对？都可以去打，我管你是不是早打了，真的。那如果真的不是心魔，真的是阴谋呢？比如说，他就是为了要护国产，他就是一路拖到7月国产上市，国产出货。对。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其中一个可能性，但我想要讲到的是，其实因为现在菲律宾它有一个模式它是那种3方模式，就是比方说药厂，然后跟政府，然后再跟企业，可能第3方的企业，它可以3方模式一起去做这个洽谈。那有点类似像郭董，如果他真的可以去跟上海复星谈到，然后也可以跟蔡政府就变成3方的一个结构，自己去谈。那其实这样子，我觉得 maybe 蔡政府会不会心里好受一点？因为你如果认真讲，你如果连上海复星你都不能够接受，那你所有 Made in China 的东西，你干嘛？你现在还卖吗？你绝不撤销产品权啊！你就直接不要在台湾贩售，你所有台商给我回来啊！那假设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颜面无光，面子挂不住。我就是说，我们一直说国际疫苗真的不好买嘛，可是你这些民间团体，你这些企业，你郭董，你就是立刻火速500万剂的 BNT 疫苗，你买到了，那让我蔡英文面子挂不住啊！面子没了，里子要有嘛？因为里子是什么？里子如果有真的所谓的图利国产的这个部分，因为它是不是做多国产，它其实这个布局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面子里子他都要啦，所以才会我们外人看起来觉得非常的荒谬，他卡成这个样子没有道理，事实上对他来说是有道理的。其实面子里子真的是都挂不住，因为说真的，因为其实对民进党而言，他的反中抗中保台绝对是他的神主牌。现在这个时间点非同小可，真的是已经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不要在这个时机点，你还去想这么多的政治的手段或是政治的角力，在国际之间的角力，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如果蔡政府每一次都是说
中国外力介入，或是因为国际的外力介入，所以导致我不能够帮民众争取到什么权益，或是我买不到疫苗。我说真的，我要你这个政府真的没有用。所以你看国产疫苗现在，你看2期解盲不一定成功，再加上如果到时候没办法进入3期，然后被国际验证的话，我们到时候可能也出不了国，没有疫苗护照。所以等等这种，我们打了国产，顶多出得了家门啦，但是出不了国门。我们现在到底在这边这么苦苦的跟蔡政府哀求疫苗，然后还这么困难，还要被东刁西刁，然后还要被冷言冷语。像那一天赵天麟委员，是他不是也在那边批评说什么侯市长跟张小燕不要来刁难政府的防疫？然后驻德国大使谢志伟不是还说张小燕在制造仇恨吗？是。他们讲，你在这边发绯闻的时候，你怎么不赶快去跟德国争取？你怎么好意思在那边发绯闻呢？然后重点是赵天麟委员，他这样子讲，你不觉得执政党现在非常傲慢吗？对，一言堂吗？老百姓不能发声吗？老百姓不能有自己的监督的声音吗？一说就中共同路人，我就觉得真的很莫名其妙。侧翼网军很厉害，都看到一点点小的东西，然后赶快把它立刻放大，然后做成一个图卡。我先举一个例子，前1-2天那个李秉颖啊，对，不是说对呀，造谣说郭董那你觉得他真的是口误还是不是他故意的？因为他一讲完之后，你仔细去看，包含像王定宇委员，还有很多的一些侧翼网军，全部都发了同一张图卡哦，中央制图工厂厨房就马上出现了。对，他那个图就一直转发，然后就说我们来看看专业的医生，没有被政治因素所左右的这个李秉颖医师他说什么，大家好好听他讲话。那他改口了，他道歉了，那些图有跟都没有删掉。没有删掉，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已经散播谣言出去，然后执政党口口声声说，你在说谎的话，假讯息罚你300万，他们自己颜色对了都不用罚哦，就是这样。从之前的可能反串的那一位林伟峰，然后再来又到那个范刚浩做假图卡，然后王定宇委员也都是在那边制造假讯息嘛。他都不用被罚，不用啊，没事啊。一方面说话不算话就算了，包含像是陈时中部长。不管在国会或是在记者会上，连他都公然说谎，他都说他口误或记错嘛。但我就觉得你不可以这样，你身为政府官员，你必须讲话要负责任，你要讲话算话，你不能一天到晚时空背景不同，然后就可以这样子发假弯。韩国也就是中央政府就说，反正又要由中央来买啦。虽然你地方也都希望我们自己来采购，但是总有例外，对不对？比如说什么样例外呢？像是10万火急的时候，鸿海大企业出手了。那南韩也是，南韩是3星。南韩目前你不要说他们莫德纳代工什么什么，那是他们代工的部分。他们真的买到的是 AZ 和辉瑞。好，那真正在打的就这2种。那辉瑞的部分呢，本来真的买不到。好，就是文在寅政府呢，去年非常的苦恼，完全是买不到疫苗，所以呢，就拜托3星。3星。李在镕说：“那我来牵线，我有人脉。其实我觉得跟郭董的意思一样啊，有他自己的大企业，对。然后呢，所以他就去瞧。所以我们看到这篇报道，其实后来陆陆续续很多的韩国媒体都在报道说，就成了，就买定了，因为真的是3星介入，财团帮忙买。那很多的媒体就说啊，你企业真的是比政府厉害啊，那 OK 啊，是不是？那问题是人民最大嘛，对不对？保命要紧嘛。那文在寅也没有说不行不行，这个我政府太丢脸了，也没挡。”而且真的，后来你看媒体就直接报道了这个标题的意思，就是说给钱也买不到的辉瑞疫苗，李在镕是怎么突破的？其实就摆明告诉你，就在这边呢。认真要进口这些疫苗的话，任何法规其实挡不住，而且是这种紧急的状态之下，其实挡不住。你还跟我什么8大文件呢什么的？我觉得8大文件本来就已经够扯，后来又跟你说原厂授权书就更扯。现在呢，我们的疫苗一定要中央统筹分配吗？没有，其实并没有。没有吗？并没有这个法规明确的规定，包含药事法、传染病防治法里面都没有提到。而且呢，其实现在大家就非常的担心，是不是因为这个所谓的纾困特别条例，现在不是刚又延期了1年到明年的6月30号嘛？里面的第7条，它就是所谓的霸王条款，叫做如果呢指挥官认为说，防治控制疫情的情况呢，需要有一些必要之应变处置或措施，这个超霸王的，就是他完全没有讲清楚，所以等于说陈时中指挥官他说什么是什么。是，我现在就是对你就是缺这个文件，你就是缺这个证明，我怎么说怎么对，这是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其实说老实话，政府现在就是在挡。就是在挡，对，他就是在挡。那挡的其实追根究底，回到这个原点，还是为了要做多
国产嘛，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其实我们最近看了很多这样的文啊，很多人写的很细哦，说怎么样从什么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大家回推过去，就说你什么超前部署啊，就是超前图利。很多人说你要赚钱，钱给你赚，但我命我要，对啊，那问题是你不能现在连我的命你都让我觉得每天提心吊胆的啊，对不对？那因为国产刚刚有提到了，现在2期都还没有解盲嘛，还没有解盲，你就急着下单，急的好像就对外宣布一副会过的样子。第一个，这有没有涉及泄密违法，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你凭什么挂保证啊？我真的不懂哎。对，他怎么可以挂保证？而且其实这样说老实话，蔡英文总统他时不时的就出来帮国产疫苗背书，对，他有没有在操控金融市场？对。他昨天在中常会上又讲了一遍哦，对他就可以，别人就不行，小老百姓就不行。那你就知道这家公司明明他就已经 EPS 2016年到现在没有挣过，然后5年就亏掉了资本额，但是他还可以15个月涨了10倍，对，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情况。所以你说到底有没有炒股？内线交易很难查，所以就算蔡总统他现在的确可能也说啊，我们已经确定啦，都已经内部清查过了，相关政务人员绝对没有炒股的情势，你凭什么挂保证？